我来到个陌生的监狱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只知道身边有很多怪异的人，个子很高的女人整天胡思乱想，一口咬定这里是外星人的研究中心。戴眼镜的男人坚信这是关押犯人的监狱，还有一个少年总自称奶奶，说这里只是养老的地方。之前说过话的流浪汉则认为这里是收容所。每个人的说辞全都不一样，在这群人里，只有我确信自己的神智是正常的。我分不清这里到底是人体实验基地、养老院、监狱还是收容所，也不知道我究竟是谁。我唯一的感受就是这里如同牢笼一般，死死地禁锢着我。人体实验室、监狱、养老中心、收容所、精神病院，还是说我才是那个真正有问题的人，或者我不是人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游戏鬼 K，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关于司门氏的一些传闻。今天我们来玩它的第10个故事，狱。非常简洁的一个字，就是狱，监狱的狱这个字。OK， 游戏开始吧。哦，这个跟我们那个第1集健忘症那个背景图是一模一样的。午餐时间，我选择坐在食堂的角落。中午的餐品看上去格外丰盛，没再见到那些令人反胃的变质水果。这里对食品的管理意外以松散，早餐分发的苹果轻微发暗，怎么看都不太正常。今天是我住进这所设施的第3天，我也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我刚坐下不久，邻座的中年男人凑了过来，低声对我说道：“吃吧，我今天没什么胃口，这些都给你了。”他把自己吃不完的饭菜夹到我的碗中，随即露出一抹苦笑。真羡慕你能活得这么轻松，如果我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。男人满脸愁容，眉宇间藏着化不开的心结。我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被他们彻底洗脑，所以无时无刻在想着从这里出去的方法。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会不会是一个什么恐怖监狱之类的地方啊？我有些惊讶，难不成这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其他正常人吗？此前我早已放弃寻找同伴，对现状妥协，试着慢慢融入这里的生活。但是说不定现在就放弃还尚为时尚早。若是能找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，有时候知道的太多反而不是件好事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不会怕成这样。啊，听他的口气，男人似乎握着我所不知道的秘密。我一边吃着碗里的食物，一边听他讲起自己的故事。男人是个流浪汉，今年42岁的他已在外流浪了20年。1个多月前，他睡在桥洞下。某天傍晚，他遇到一个自称收容所工作人员的女人。女人热情地邀请他住进收容所，说那里不但包吃包住，还会定期发放这基金。啊，这很明显是骗人的好不好？对常年流浪的人来说，自然顶不住诱惑。虽然听着有点可疑，但我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。当时我就想，这有什么不对劲，到时候再说就是了。总之我先跟着眼前的女人一起走，我就这样迷你来到了这座设施。女人介绍说，这里是政府资助的民间收容机构，专门救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，为他们提供住所和工作机会。虽然他说这是正规机构，可回想入住的过程，他却不记得办理过任何手续。我刚住进来的时候，这一层包括我在内，一共8人，各8个人。头2天我还真信了那女人的话，以为这里只是个普通的福利设施。可没过几天，我就发现不对劲的地方，不知不觉间有人从设施里消失了，人数从最开始的8个慢慢变成了5个，最少的时候整层就只剩3个人。这里的人员就流动很频繁，有人走了，管理员也不会跟我们说。某天醒来，忽然多了一张新面孔，或是少了一张老面孔，在这里是常事。男人告诉我，现在这层坐的3个人里，他是待得最久的。我们都住单间，只有吃饭时才碰得到，所以我和大多数人都不算熟。我回想这3天的经历，确实除了用餐时间，我几乎没机会和其他人交流。不过这些人中有一个人不同，我在来之前就认识他。是谁啊？那个人和我同乡，都是年轻时从北方来这座城市打工的。他和我一样，年过40还没结婚，跟家人也10几年没联系了。
由于没有固定住处，他平时就睡在离桥洞不远的商铺门口。我们经常一起节日节的体力活互相分享附近招工的信息。或许算不上多亲密的朋友，但在流浪汉里也算是熟人了。和我不同，流浪汉在设施里还有认识的人。这怎么回事？其实在我来这儿的半个月前，他就还消失了。我还担心了一阵子，到处找他，没想到他是先一步被送到这里来了。住进宿舍的第一天，我一进食堂就远远看见了他。我坐到他对面，开玩笑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有这么好的地方，居然藏着不告诉我？”我们平时就爱开这种玩笑，他也应该早就习惯我这口气了。可他的反应却让我觉得很不对劲。我跟他搭话，他愣了快10秒才反应过来。他冷冷瞥了我一眼，说了句对不起，就又埋头吃饭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他眼神呆滞，反应迟钝，举止非常奇怪。他就那样一口一口扒着米饭，坐在对面的我，和跟透明人没两样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被埋下了不安的种子。我再怎么安慰自己没事，那段记忆也始终挥之不去。2天后，我正好撞见他在管理员的陪同下，已准备离派设施。我从身边走过时，我和他对上了视线。男人的声音微微发颤，眼里满是恐惧。他的状态与2天前截然不同，更确切地说，我从未见过他那种状态啊！这什么状态啊？我本想开口跟他打招呼，但最后还是忍住了，因为他既不像之前那样呆滞迟钝，也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他。他给我的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只有外表一样，内里完全不同。不太明白他想表达什么，但那份不安确实通过声音传了过来。我怀疑他们在干非法违法的勾当，比如人口买卖或者贩卖人体器官。以前我听说过，国外有些诈骗团体会用暴力和洗脑控制流浪汉。他们会假装帮流浪汉申请各种政府补助，再把钱从他们身上抢走。不管是哪一种，真走到那一步，人生就彻底完了。我知道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第2天我就跟管理员申请外出，不出所料，当场被拒绝了。从一开始我就被骗了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福利设施。男人说十分后悔当初的决定，如果再留个心眼，或许就不会沦落到这样现在的局面。我猜这一层很可能在整栋设施的地下。唯一的正门不仅需要管理员通行证，还要人24小时轮班看守，除非发生特殊情况，否则想要从正门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男人的推测听上去很合理，这层楼没有窗户，全部依靠通风口换气，我们住的地方位于地下的可能性很高。只是他也不知道这座设施的具体位置。据他回忆，被带来时，他被蒙住双眼，戴上耳塞，全能待在密闭的车厢里。很明显，带他来的人不想暴露这个设施的具体位置。其实我早该想到的，进到这种地方，怎么可能轻易放我出去？男人说到一半突然停住，转头四处张望，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。他刻意压低嗓音，悄悄说道：“虽然这么对你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也有我的苦衷。我怀疑他们在米饭里加了不好的东西，所以我基本不吃这里的米饭。可要每次都把米饭倒掉，他们迟早会怀疑我的。真到了丧失理智的那一步，我再想逃出去就彻底没希望了。”男人面容憔悴，精神萎靡，说话有气无力。看他形容Google 的模样，或许真的很久没好好吃过东西了。为了证实他的话，我下意识地看向他盘里剩下的食物。男人似乎是误会了我的意图，急忙用手护住餐盘。剩下的不行。
这可能只是我自我安慰，但比起米饭吃街，对我的心理负担要小很多。我一直在等待逃出去的机会，所以在那之前，我绝不能被他们洗脑。男人眼神坚定，像是早已在心里下定了决心。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感觉心情十分复杂。我没把他的话当真，继续吃着碗里的东西。面对他单方面的倾诉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他似乎已经把自己的臆想当成了现实，完全没考虑其中的不合理之处。我不是不理解他的心情，我也想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但从他的话里能看出来，他根本没弄明白这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。如果对这里没有正确的认知，很可能一辈子也出不去。果然这里除了我以外就没有正常人了吗？想要离开这里，终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。谢谢你，他们说的没错，把心里话说出来果然轻松多了。男人向我道过谢，开始收拾餐盘，起身准备离开食堂。他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一些，可我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。确认他离开后，我低下头继续清理碗里的残渣。午餐时间结束后，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躺在床上，我不自觉地回忆起这几天发生的事。今天是我不知什么原因被关进这座设施的第3天，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我又会为何出现在这里？我毫无头绪。我最后的记忆停留在了从便利店购物回家的路上，再往后便是一片空白，记忆如同断片，无法正常衔接在一起。再次醒来，我已经躺在这个房间的床上，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床铺不远处就是洗面台和马桶。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只保留了最基本的配置，丝毫感受不到生活的气息。雪白到有些扎眼的墙壁，找不到窗户的痕迹。房间里的空气夹杂着消毒水的气味，换气依靠的是天花板上仅有的一处通风口。走出房间，门外是一条狭长的过道，房门上贴着505号室的门牌。过道两侧整齐排列着许多一模一样的房间，装修风格近似医院，细节却又和我印象中的医院不太一样。这层楼的入口有2名轮班的看守，多亏他们尽职尽责，无法自由离开这里。无论我跟他们说什么，他们都充耳不闻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能够活动的范围只有这层楼的公共区域和我自己的房间。每天的不同时段会有广播通知。早上8点，中午12点，下午5点20是食堂开放的时间，晚上9点30则是开放浴室的时间。只有在这些时段才能进入公共区域，其余时间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因此能和其他人交流的机会基本都集中在吃饭的时候。经过这几天的观察，我发现这层楼里除我之外还住着4个人。事实上，在接触那个流浪汉之前，我已经和另外3个人打过交道，所以这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我心里多少已经有数。我在这座设施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高个子女人，她大概30岁出头，留着一头乌黑长发。第一天中午，我按照广播指示第一次前往食堂时，她正好站在食堂入口。我跟她打了声招呼，便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：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外星人的研究中心。我苦笑了一下，示意他别开玩笑，不过他似乎以为我没听清，抬高声音又重复了一遍：你没听见吗？我说这里是外星人的研究中心。我忍不住笑了出声，回声声，没想到对方这么会开玩笑，难道我是在回家路上被 UFO 吸到这里来的吗？我猜不透他的用意，只当他是在拿我寻开心。我本想绕过他去找别人，可他完全不在意我有没有在听。他像个兴奋的孩子，滔滔不绝里说着只在科幻作品里才会出现的设定，与他正经的外表相反。他说的哇跳跃哇毫无逻辑。他说外星人把我们关在这里是为了进行各种实验，洗脑、心灵感应、记忆克隆、人格替换。不久前他们还做了个实验，把一头母猪的记忆塞进了一个男人的脑子里，你猜结果是怎么样？我大概能猜到他说什么，但是还是摇了摇头。那个男的醒来之后真把自己当成了一头猪了，他变得不会说话，从嘴里发出呼噜声，从早到晚吃个不停。他堵在食堂
路口我根本走不开，我不知道该接什么，只能站在原地干笑。这里的食堂饭菜实在太难吃了，所以我经常把不想吃的剩菜倒掉。他开始抱怨起食堂的伙食。有次他们做了皮蛋白粥，我只吃了一口就接受不了了，全都吐掉了。我把吐出来的东西全都倒进了厕所，没想到他竟然闻着味儿过来了。我没有来得及冲水，他就把头伸进了便器里，把我的呕吐和剩饭吃得一干二净。他越说越兴奋，眼神里隐约透着一股病态。其实这还不是最夸张的，他饿起来甚至连屎都会吃，早就没有半点人的样子了。这什么鬼东西，这么猎奇？我问他，那个变成猪的男人后来去哪了？他吃东西的时候把自己给噎死了，他们把猪的记忆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他的脑中，没做任何修改。他连人类一口能咽下的多少东西都忘了。真的猪啊？这么猎奇？因为吃得太快，被食物堵住了气管，就这样死了。女人的声音慢慢平静下来，似乎对这个结局很不满意。希望下次他们能把人类的记忆移植到动物身上。比如小猫、小狗、仓鼠或者爬虫类，好像也不错。他边说边咯咯一笑，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。我听说狗也很喜欢吃屎，所以很好奇人的理性能否压得住狗吃食的喷。我早就看这书打盹是问题，但没想病得这么严重。在他的世界，现实与幻想界限早已彻底崩塌，他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幻想，哪些是现实。听他胡言乱语了10多分钟，我总算找到了机会问了第二个问题。你想知道我是从怎么来到这里，到这里来的？就是很普通，坐地铁过来的啊。离开家后步行500米，坐地铁1号线3站后换乘2号线，到这里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吧。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，等他走远后，我才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从他嘴里我连一句有用的信息都没问到。转眼午饭时间就要结束了，听他说话完全是在浪费时间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女人真发起疯来会很危险，我必须尽可能远离她。住在这层的第二个人是个戴眼镜的男人，他留着一头卷发，身高约1.75米，年龄在35岁左右。第二天中午，他在食堂吃饭时，我恰好坐在他身后。不管是谁都行，你愿意听我说吗？眼镜男背对着我开口，似乎正想找人倾诉。我想为自己犯下的过错忏悔。我低头盯着餐盘，没有接话，他就把我的沉默当成了默许。不久前我杀人了，老实说，从外表看不出他是会做这种事的人。他说自己曾是一名中学老师，教的正好是我最不擅长的数学。听他说话，我莫名想起还在学校的日子，心里有些不舒服。那天是我老婆的生日，下午我向学校请了假，提前2小时下班。回家路上我买了蛋糕和鲜花，想给她一个惊喜。到家门口时，我发现不对的地方，家里的门没有上锁。每天早上我离开家时，我都是我锁的门，我绝对不可能忘记，所以我知道家里一定有人。走进客厅时，我看到老婆和一个陌生人坐在沙发上，有说有笑，举止十分暧昧。这是被甩了吧？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听见了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。渐渐里，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，颜面色凝重，声音隐约可见。这段回忆令他非常痛苦。我和老婆都是在福利院长大，从小被父母遗弃的孤儿。除了几个很久不联系的老同学和同事，我几乎没什么朋友。一直以来，老婆都是我唯一的依靠，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我以为对她来说，我也是那个唯一的依靠，然而是我太天真了。她哭了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连鼻涕都流了出来。看见老婆和陌生男人坐在沙发上亲热的那一刻，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他的神情非常悲伤，可在这份悲伤情感中还藏着其他强烈的情感。我趁他们没发现，悄悄走到他们身后，抄着手边的花瓶狠狠砸在他头上，1下2下3下，很快就变得不动了。期间，那个陌生男人缩在一旁抖个不停，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看着他那副模样，我才意识到，真正说让我愤怒的不是他，而是背叛我的老婆。
然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可能放他走，所以我把他也杀了。杀完人后，我待在尸体旁，一晃就过去了3个小时。期间，我的老婆的手机响过无数次，我甚至都没有察觉。隔天我才看到，那似乎是他几位朋友给他发来的生日祝福。他的语气异常平静，像是已经彻底认命。我想了很久，也动过自首的念头。在这死之前，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围绕着老婆一个人转。他就像一座监牢，把我牢牢困在名为家庭的束缚里。如今他不在了，我的人生是否能有所变化呢？说实话，我根本无法想象。我跟他的语气里听出了无声声的无力。既然迟早都要被捕，为何不先享受一下自由的感觉？所以我决定先处理了2具尸体，尽量拖延一点时间。故事的走向，我和我预想的不太一样。我完全没想到，眼前这个男人会做出这样的事。和电影不同，尸体的处理比我想象中要麻烦得多。我在离家最近的商场买回了锯子、锤子、漂白剂和垃圾袋等必要的工具。在短时间内同时处理2具尸体是不现实的。即便在室内开了空调，若不抓紧时间，尸体也会很快就开始腐烂。虽然我以前从未杀过人，不过这点常识还是有的。还好结婚时老婆选购了双开门冰箱，派上了大用场。我先把老婆的尸体分割成了数个部分，塞进了冰箱的冷冻柜，又照着新闻里看过的手法，把那个陌生男人的尸体锯成了大量碎块。浴室里充斥着浓重的血腥味、内脏的腥臊味，还有从肠道里渗出的粪便味。有点猎奇，地上是各种难以辨认的肉泥和碎骨，上面沾着令人作呕的黄色脂肪。在处理呢陌生男人尸体的期间，我不知吐了好多次，曾属于男人身体一部分的东西混着我的呕吐物被冲进了下水道。光是处理男人的尸体就花了我1整天的时间，实在想不明白新闻中1个晚上就处理完尸体的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。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梳理尸体是一件多么折磨人的工作。我从没接触过这些，可他那描述的细节让我感觉格外真实。至少可以肯定，这些情景在他脑内是真实存在的。说出来有些可笑，可处理完第一起事件后，我突然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。处理尸体的过程实在是太过繁琐，想到一重要重复一次之前做过的流程就让人反胃，而且我本来就没想要过一辈子讨厌的生活，拖延时间本就是我临时起意的决定。还是算了吧，我决定就这样顺其自然，能过一天算一天。于是我用老婆的手机向她的公司请了个长假。我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，只是这种变化比我想象中的更微妙。每天照常去公司上班，下班后回到家一个人吃饭。明明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人，可我的日常却没有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像行尸走肉一般，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度过了1个月。某天醒来，我才意识到似乎哪里不太对劲。1个月来，我随时做好了被捕的准备。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届时电视和报纸完全没有看到相关报道，也没听说过有人失踪。老婆的假期早已结束，可这期间没有一个人试图联系她。当我想确认她的手机是否有收到新消息时，我吓了一跳。被我藏在抽屉里的手机不见了。我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自信，我很肯定自己在1个月前就把她的手机收进了卧室的抽屉里。可我翻遍了整个抽屉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手机。必须确认一下我的记忆是否正常。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厨房，打开了自那天起再也没碰过的冰箱冷冻柜。眼镜男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冰箱里没有尸体，或者说尸体不见了。被我分装成7份的尸块从冰箱的冷冻柜彻底消失了。那个晚上我久违地失眠了。我问最近发生了什么？虽然我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自信，但我无法确定自己的记忆是否真实。隔天我试着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老婆的电话，没想到过了这么没多久，老婆正传来，电话另一头传来的无疑是她的声音。她问我消息了没。啊，
原来我们是在赌气吗？其实我已经彻底搞不明白了。到底在干什啊？我一直没搞懂这个在说什么。他说他还在上班，没时间多聊，最近一直住在离家不远的宾馆里。我不敢问他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不过从他的话中可以判断，我们应该是大吵了一架。我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自信，但我显然不能确定自己的记忆是否真实。1个月前，我在浴室里用锯子肢解尸体的触感还清晰地在留在手上。回想起男人体内各种脏器的臭味时，我依然会忍不住想吐。那份强烈的厌恶感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里。打开客厅的壁橱，看到分尸用的工具还在时，我松了口气。那天我确实在家里杀人了，知道这一切并非精神失常而产生的幻觉，我稍微安心了些。我决定当晚就去警局自首，把所有事都说出来。眼镜男露出如是重复的神情，继续回忆道：到警局自首后，我就被关进了这座设施里。具体经过他也说不清楚，只记得迷迷糊糊坐上了警车，回过神就已经到了这里。眼镜男坚信这里是一座监狱，坐在这儿的所有人都是因犯了某种过错而被关押在这儿的囚犯。我犯罪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对此毫无印象。为了专心照顾重病的母亲，我毕业后一直待在家中。别说杀人，就连偷窃这种低小事我都没干过。听他说话过程中，我一直避免和他对上视线，因为我怕自己会忍不住用凌厉的眼神看着他。就在这残的3个人看上去15岁的左右的青年少年啊！第2天的午餐时间，我走到食堂的取餐口附近，坐在我前面的上居遇到了我，回过头我又反问一句道：哎呀，好久没见你了，最近都跑哪里去了？怎么这么长气还没来？他下次再叫我说话，可我们明明是第一次见面。对不起奶奶，我有点累了，没法长时间着说话，我到那边的座位上去吧。啥？不是等。说着他指食堂不远处的椅子。少年佝偻着身子，摆出一副和外貌完全不符的老态。他回头朝我招了招手，示意我跟过去。先认错人了吗？我不记得自己认识这样的少年。不过更令人费解的还是他自称奶奶的举动。我本想无视他，可他不知从哪儿掏出一袋小零食，满脸期待可能看着我，实在没法拒绝，我只好暂且陪他坐一会儿。记得上次见到你还是在过年的时候吧？果然是认错人了，我在心里暗自判断。他独自潜溺在怀旧的情绪里，说的话我完全摸不着头脑。我告诉他认错人了。你说啥？不好意思哦，奶奶，我听不太明白。对不起呀，因为你长得太像，长得和我家的孩子太像了，我没忍住就老人的脸上藏不住失落，我不由得心头一紧。从他的话里能听出，他认定这里是一所私立养老设施。那在他认知里，我似乎是来这座养老设施探望亲人的年轻人。他好像没完，他完全也没意识到自己的话藏着明显的矛盾。我已经在这座设施住了10年，在这期间，家人来看我的11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少年极力扮演着一个被家人以冷落的老人形象。在他的故事里，家庭关系冷漠，儿子不孝，婆媳不和，就连孙子和他也不亲近。年轻时候我在乡下的工厂里上班，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，年轻人下班后没什么娱乐活动。老人突然说起了自己年轻时的往事。有次镇上来了个民间杂技团，表演的节目十分奇特，每天都引来不少人围观。我和丈夫就是在杂技团的演出上认识的。我从没见过那样标致的男人，对从小在江南长大的我来说，他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。眼窝、鼻尖、嘴角，他的一切都那么与众不同，我甚至不知该怎么用言语形容他的容貌。虽然台上和台下隔着10多米，可我还是被他一见钟情了。对
飞上视线的那一刹那，我就知道自己已经彻底爱上他了。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幅诡异的画面，少年慢悠悠地讲述着一段不属于他的青春。我成了杂技团的常客，只要一开演，我就抢着坐在最前排。那是一段很幸福的时光，对我来说，只要能远望着台上的他就已经足够了。可听说杂技团要搬去下一个镇子时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年轻时的我很无知，还以为杂技团会一直固定在一个地方表演。我没有钱跟着他们到处跑，可我也不想就这样失去他。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我趁杂技团在镇上最后一次表演时，偷偷溜进了后台。走近了才发现，近距离看他比茶下更让人心动。我把它装进提前准备好的袋子里，他完全没有反抗，仿佛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趁工作人员不注意，我悄悄把他带回了家。我本以为自己的行为很快就会暴露，但不可思议的是，杂技团的人似乎没有报警。少年的话逐渐脱离了常识范围，我已经快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了。不如说，他从他自称奶奶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毫无常识可言。他叫路易，听起来像个外国的名字，念起来有些别扭。路易16嘛。和他出众的长相不同，他的名字并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没有小时候的记忆，就像杂技团介绍的那样，他天生残疾，从小被父母抛弃。为了活下去，他只能在杂技团里靠卖艺为生。我不光被他的外貌吸引，也心疼他的遭遇。虽然只是名义上的，我还是和他结为了夫妻。法律上根本不存在路易这个人。为了隐瞒丈夫的存在，我特意搬到了远离家乡的外地。我白天出门工作，他待在家里，我照顾着他的日常起居，就这样安稳的过了数年。丈夫非常喜欢小孩，但因为身体的原因，我生不了小孩。为了排解寂寞，弥补没有孩子的遗憾，我们养了一只黑色的小狗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我们把小狗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可它和真正的孩子终究不一样。我们也想领养一个，可以我当时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够资格。那段时间我过得非常痛苦，什么也做不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在我最低落的时候，是丈夫给了我勇气，让我想起自己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。于是我又一次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我趁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不在，偷偷抱走了一个男婴。仿佛得到上天的眷顾般，不可思议的是，我这次的行为依旧没有暴露，不是什么鬼故事。即便不是亲生的，我和他有了孩子，这已经我十分满足。所以也流逝，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我和丈夫的脸上都已经找不到青春的模样。也许是因为生理结构的差异，他衰老的速度远比普通人要快，失去了美貌的他彻底成了一个悲惨的存在。看着他那副模样，我心的渐渐的，我开始没有勇气面对和年轻时判若两人的他。我害怕自己脑中的美，那些美好记忆有一天会被他衰老的模样取代。这什么神经病呵！于是我做了一个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，不想看到的话，只要看不到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为了把最美好的回忆留在心里，我选择闭上双眼，我用药物毁掉了自己大部分视力，逃避了现实。从那以后，我便一直活在过去的幻想中，直到某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丈夫彻底从家里消失了。我是个很自私的人，直到他离开的最后一刻，我才开始后悔自己做过的一切。
我不知道他去哪儿，他去了哪里？可以以他那副模样，又能去哪里呢？丈夫一直很温柔，或许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但我猜他可能也想把最美好的样子留给我。就像猫在死前会找个隐蔽的地方一样，他大概是不想让我看到他脆弱的一面。丈夫消失后，儿子把我送进了这座养老设施，那也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。不是，你讲的是人话吗？我感觉你这说的什么鬼味？少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眼神落寞地望着空旷的远方。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幻想出这样一段过去，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哀伤。这是一段绝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，可又仿佛真的扎根在他的脑海里。我不忍心打破他的幻想，默默离开了食堂。回忆起这3日的奇异来历，我不由得再次感叹，这里除了我，难道真的没有正常人了吗？违法的收容所、外星人的研究中心、监狱、养老设施，关于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，每个人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。真相必有，只有个他们4人的说辞里一定存在自相矛盾之处。在这4人当中，明显看出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有2人，那应该是指着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少年，分别是那个高个子女人和自称老奶奶的少年啊，没错，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首先是那位高个子女人，她认定这里是外星人的研究中心，住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是被外星人绑架来的实验体。在我并未主动追问的情况下，她却一股脑地向我灌输那些疯狂的念头。洗脑、心灵感应、记忆克隆、人格替换，这能说出这些的人实在很难被视为视作正常。他甚至臆想出把猪的记忆移植到人脑里，这般恐怖的实验。印度恐怖，这些言论明显违背常识，我相信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当真。若要承认他的说法属实，无异于在惊悚故事里率先接受超自然的存在。一旦跨过这个前提，罗宾便会彻底崩塌，剩下的问题也再无讨论的意义。和这里的其他人相比，我自认精神正常，因此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其次是那位接次认为孙子的少年，把我错认为孙子的少年，他坚信自己是位年迈的老奶奶，常年独自住在一所私立养老设施里，因有着严重的认知障碍，脑海中还虚构出了一整个家庭，甚至臆想出了一段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早年记忆。一个15岁的左右的少年却在回忆自己青年时期的往事，但凡是正常人都会把他的话当真，都不会把他的话当真。我知道多重人格障碍患者会展现出不同的身份特征，可亲眼目睹时依旧让人难以接受。工厂杂技团天生残疾的男人，从福利院被抱走的男婴，他幻想中的家庭与经历实在太过离奇，他究竟经历过什么才会构筑出这样一个世界？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，仅凭短短几句交流，我无从端测他的过往。这就很奇怪。这个少年，我觉得他可能是什么是他可能才是有问题的婴儿。这里是个精神病院，然后呢关着一群疯疯癫癫的病人，但类似的说法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那所养老设施只是他脑中虚构的场景。紧接着是那位戴眼镜的男人，
和前男友相比，他的故事在逻辑上更加贴近现实，可细节里依旧存在十分明显的漏洞。眼镜男说他杀了妻子和他的情夫，妻子生日那天他提前回家，正巧撞见两人暧昧的场面，一怒之下他将情夫分尸冲进下水道，妻子则被分块塞进了冰箱的冷冻柜。这般情景简直和国外 B 级恐怖片里的情节如出一辙。我猜他多半是把看过的电影情节带入了现实。虽然到你这里为止现实逻辑还没有出现明显漏洞，可再往后他的叙述就混乱到连自己都讲不明白了。精神分裂症患者常会出现思维混乱、逻辑跳跃的症状。凭空从抽屉消失的手机，从冰冻柜里、冷冻柜里消不见的尸体，现实与幻想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清晰的鸿沟。和那位少年一样，眼镜男的回忆里充斥着幻想，所以他的故事才会前后矛盾，无法自洽。死去的人无法复生，被分尸的躯体更不可能复原。眼镜男在电话里听到了妻子的声音，恰恰证明妻子根本没死。不过无论杀人与分尸是否真实发生，他的精神状态都堪忧。妻子出轨对他的精神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。或许他从撞见妻子和陌生男的暖暧昧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疯了。他说自己去警局自首，被无后被送到这里，这段经历也极有可能是他的幻想。最后是今天中午，在食堂主动和我搭话的流浪汉，他和自己被一名自称收容所工作人员的女人骗了进来，对方谎称这里是政府资助民间收容机构，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。他敏锐地察觉到熟人身上的一连串的异常，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。根据他的猜测这里可能在进行人口买卖和人体器官贩卖。他甚至怀疑有诈骗团伙控制流浪汉群体，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。和另外3人个人不同，他察觉到这一层楼在地下，也一直尝试在逃离。清晰的思路，合理的推断，在除我之外的4个人里，他无疑是最正常的一个。可很遗憾，我依旧无法认同他的说法。老实说，在此之前，我曾迫切地想找到同伴，哪怕我有很大把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，这也不是我希望的结果。当流浪汉的话里出现记得矛盾时，我便确定这里除了我已经没有正常人了。他说现在这层住着的3个人里，他是待得最久的。这句话看似不起眼，却足以说明他的精神同样存在问题。这层楼明明住了5个人，他却坚称只有3个。我无法确定他忽略了哪2个人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。精神异常者的陈述不能当作有效依据。哪怕他其他的话听起来毫无破绽，真相究竟如何也无人知晓。虽然真相令人无奈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不知为何我被关进了精神病院，和一群精神病人住在一起。除我之外，这层楼里的其他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精神障碍。和他们不同，我完全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我清楚自己没病，可没人相信一个精神病人的说的话。贴上精神病人这个标签开始，我的话已经失去了可信度。这种情况下，越是辩解自己没病，反而越会引起范围一会引人注意。我必须冷静下来，想办法联系母亲，让她证明我的精神状况没有问题。
为了不让事情变得更复杂，我一直在等待联系外界的机会。从我失踪的那一晚上起，已经过去3天，这种情况下母亲该早就报警了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等待来自外界的联络。母亲一定吓坏了吧？我只是晚上出门买个东西，就再也没回去。明明才3天不见，记忆的拼的面容竟变得如此模糊。我躺在床上，忍不住怀念亲温柔的声音，还有他做的饭菜。结果午饭后，睡意漫过了意识的边界，占据了大部分思考空间。本能的生理反应，果然到哪里都改不了。困意越来越重，脑海里却还在不断闪过和母亲有关的片段。幼儿园放学后，在校门口等着我接我回家的母亲；小学家长会时，在教室窗外温柔望着我的母亲；初中运动会上，在操场为我加油鼓励的母亲；高中期过我考前陪我熬夜，一直要为我准备夜宵的母亲。母亲做的红豆汤绵软细腻，入口即化，每一口都满是幸福的味道。从小到大，我最爱的甜品就是母亲做的红豆汤。回忆在脑中飞速闪现，我突然想起那天也是一样，晚上10点左右，我突然很想吃红豆汤，便久违地出了个门，去了便利店。在醒来时，就已身处这个陌生的房间。不知何时我睡着了，醒来时我墙上的挂钟正指向5点半的位置。这一觉似乎睡了很长时间，随着睡意的消散，饥饿感再次占据了我的大脑。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明明中午才吃了这么多，还没到晚上就已经饿了。是这里的伙食让我胃口变好了吗？我最近似乎对食物摄入毫无节制。今天中午也是这样，流浪汉把他吃剩的食物递过来时，我也没能拒绝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碗中的食物已经被我吃得一干二净，好像有哪里不对劲。有些事情一旦被意识到，就变得越来越在意。难道真像流浪汉说的那样，米饭里被人掺了某种药物吗？我怎么想都不能理解，为什么偏偏是米饭呢？住在这里的其他人不也吃着同样的食物吗？不行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大脑似乎在回避思考。我仿佛被胃袋支配，强烈的饥饿感覆盖了一切，掩盖一切，掩盖一切知觉。回过神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会是谁呢？我莫名有些紧张，这应该是我住在进这里以后第一次敲门。费了一番功夫，我终于打开了房门。是我错觉吗？总觉得房门比前一天难开了许多。我抬头，过去是高个子女正站在门外俯视着我。他来做什么？住在这里的所有人最不想接触的就是他。虽然早就从监控里看到了，没想到你真能自己开门。他在说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懂，只是看见他的脸就让我有点燥。因为到了饭点你还不来食了食堂，我只好亲自过来确认情况。算我拜托你了，你现在很不舒服，能不能不要烦我？感觉怎么样？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就算问了你也答不上来。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乱吃别人给的东西，为什么就是不听话？这倒全没事，看样子这个女人真的病得不轻。这里的环境果然还是太压抑了嘛。到最近开始流行起和动物聊天了，向动物倾诉自己的秘密，以此来缓解精神上的压力。高个子女人深深叹了口气，老实说，我真的有些看不下去了。就算住在这里，都是些从社会上消失也没人在意的家伙，但不注重身心健康管理也实在说不过去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虽然你可能没听不懂，但要找到合适的实验对象可没那么容易。我也希望他们能撑得久一点。我怎么觉得你才是那个实验主导者呢？这个高个子女人。不过也真好笑，他们居然都没发现新来的这条狗和他们一样都是实验体。
女人好像彻底疯了，她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或者说我们就是一条狗，她才是人？这种说法有可能也是对的，但这也不能怪他们，毕竟你才住进来半天，当天下午就完全变了个样。谁能想到一条狗的脑子里会装着一个10岁大叔的记忆呢？我不难道是个50岁大叔？啊，他像是再也憋不住，突然放声大笑，就像把猪的记忆移植到人脑里，人就会以为自己是猪。同理，把人的记忆移植到狗的脑子里，狗就会误以为自己是人。所以我们是狗还是人啊？不是，他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？虽说至今仍没弄清生物的意识从何而来，但多亏了你，我的实验非常成功。啊！所以你才是实验主导者。果然，单凭理性的记忆根本赢不了生物自身的本能。我求求你闭嘴吧！为了每天收集足够的粪便做实验，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啊。好在距离这座设施不远处就有一间公共厕所，省了我不少嘛。奇怪，我的口腔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分泌唾液？我不会真的是狗吧？然后被植入人的记忆。一阵莫名其妙的饥饿感袭来，我的身体仿对他的话产生了反应，脑里不自然浮现出一些我根本没有印象的场景。不对劲，他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？简直就像他刚才说的那些话一样，都是在对我说的一样。必须到此为止了，不能再继续听他说下去。要是再听下去，恐怕我的脑子也会跟着一起出问题。我想把门关上，但却被他轻易地推开了。高个子女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。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我抬头看向他，却因光线反光看不清他的脸。怎么回事？他的个子的确很高，但也只是相对于女性而言。有些事情一旦被意识到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在意，不安的感觉在心中迅速膨胀，扩散至全身。某种不祥的预感正一步步逼近现实。3日间的记忆在脑中高速翻涌。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到底是什么呢？ OK， 有些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个故事讲我就没看懂这个故事。 OK， 那么下一个故事的话叫做来访者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